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你最喜欢的中文博主 Lilian。今天要讲什么内容？今天的话，讲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情吧。我的上一个视频不是讲到了说关于教育体制之类的事情吗？那刚刚就发生在刚刚，我的小侄女她才6岁，她跟我们说她被老师拧耳朵了。因为他不写作业，他也不是故意不写，作业落在了学校，就忘记了这一部分的作业，不是全部不写，对不对？老师就拧他的耳朵，这样子看着听着就很痛，是不是？我不是他妈妈，我作为他的姑姑，我都生气了。特别是那个老师，真的很不负责任，是那种激进、严格型的老师吧。我不能说每个老师都是温柔有耐心的，他也可能是那种激进型的。暴躁的、比较严肃的那种类型吧。但是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种风格的教学。我不能说这种风格的教学教不出好学生，但是我觉得应该因材施教、因地制宜，是不是？每个学生都有，每个人他都有更适合自己的一种方法。可能有些人他就适合这种激进一点的教学方式，那有些人他就更适合温和型的教学。那这个老师是属于激进型的，他还会骂我的嫂嫂，说什么家长不作为啊，不管孩子啊，不指导、不教孩子啊，作业也不写之类的不知的。但是咋说，还骂得很难听哦。我嫂嫂每次都跟我吐槽。那咋整呢？我说你怼回去啊，怼哈，上面是一个对字，下面是个心字，怼回去就是反击回去。人家骂你，你怼回去，那就是你骂回去的意思。怼的话，一般是指语言口头上的回击肢体冲突就不算怼了，那就是还击。就是口头回击的话，怼，用怼字。我说你怼回去啊。我嫂嫂又说比较怕事儿，说哎呀，他班主任呢，那万一他对女儿不好怎么办？是不是？不行，我这个性格，我受不了委屈，可能是我比较直接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不是那种会忍气吞声的性格，要么我就不理你，要么我就硬刚。如果你不是很过分的话，我就算了。那真的触及到我的底线了，我真的会硬刚回去的。硬刚就是硬碰硬，不柔软，也不软弱，不退缩。人家很强硬的去攻击你，那你也很强硬的去反击，这个叫硬刚。有些人会采取比较委婉一点的措施，但是我不行，我一定会怼回去的。我嫂嫂可能说她害怕人家给她女儿穿小鞋，穿小鞋，好多词都要解释，我很乐意为大家解释。穿小鞋的意思是在职场上会更加适用一点。你在职场上，你得罪了你的上司或者你的同事，那人家就会暗中的、暗搓搓的去搞你，做小动作去破坏你的工作。比如说，同事去给你穿小鞋，什么工作上有错误的东西，就让你来背锅。那老板呢，也是暗中派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给你做，反正让你吃亏之类的，就让你不好过。那这种就是给你穿小鞋，因为你得罪了人家，人家就给你穿小鞋这样子。那对我嫂嫂就怕她班主任给我小侄女穿小鞋嘛，就比较忍气吞声。我是受不了的，我是受不了，真的，我是那种你对我态度好，那我就对你态度好，因为我一般我对人的态度就是先笑脸迎人。那一般人，那肯定就是你笑嘻嘻的对人家，那人家也肯定是笑嘻嘻对着你，不然你笑着，人家给你贴个冷屁股，是不是？那对，笑脸贴冷屁股，你态度很热情、很友好，但是人家对你很冷漠、很不屑一顾，不是笑脸贴冷屁股，不好意思，是热脸贴冷屁股，对，热脸贴冷屁股，这个也是个谚语啊。
不太好听，但是会经常也不经常用，会用得上，我们日常会使用这个俗语。因为现代社会很少有热脸贴冷屁股这种情况存在了，说实话，你会很热情对人家，人家就反而很冷漠的对待你。我觉得很少有了吧，现在一般人你看他不好相处，那你也就不会主动笑嘻嘻的去对着他了呀，是吧？没有人这样子。那今天因为我的小侄女，我觉得她有点讨好型人，就是会去关心别人，爱护别人，但是当别人欺负她的时候，她又不出声，又忍了下来。她就是好心，太好心了，我也不知道她性格学谁。她被同学打了，也不是打了，推了撞在那个栏杆上，然后碰伤了耳朵，就痛了有3天了。我早上明天准备带他去医院检查了，这种程度。然后那个老师居然还说，我去了解一下情况。然后了解了之后呢，可是咬牙切齿他说那个小朋友也不是故意的，就一句话就带过了，什么详细的情况也没有说，具体的事情也没有怎么去交代，他就是一句话，那个小朋友也不是故意的，就过了。哎，那我杀人了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是不是就不用坐牢了？哪有这种事情啊？这个就是你骂人的时候骂的挺爽的，那该你承担责任去处理事情的时候，就这样，就这，就这，我真受不了！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？骂人的时候骂挺爽的哦，让你做事情的时候就在这里打马虎眼就过去了，然后让我妈听到了。我妈是那种很典型的战斗力很强的中国妇女，很泼辣。然后反正有什么，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外人，不是我们家里的人的话，作为一个外人，会觉得我妈真的是很蛮不讲理，很过分，很泼辣，咋形容？就是用英文来说吧，她就是很典型的 Karen，很 mean。但是作为一个家人来说的话呢，会很有安全感，因为战斗力全开的时候，就是火力爆表，攻击力爆表，就是他攻击的那个人一定会败下阵来的。就是每一次有这种需要有纷争、有冲突的事情的时候，我妈一出马，就吃亏的永远不会是我们。我真的很想学我妈这个攻击力，这个战斗力，我现在还学的不太到家，我会加油的，各位。我真的很想把我妈这一套给传承下来，她真的好牛，太牛了，真的是。那我妈明天就要去战斗了，我希望她旗开得胜。是的，我妈就是这么厉害，我永远为她摇旗呐喊。这个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了，就刚刚发生的。反正我听了是很生气的，这个老师这么不作为，这种素质还能当老师？就是我承认我的侄女她可能会是注意力比较涣散，我也怀疑她也有多动症的表现。对，我怀疑哈，但是没有去看医生，因为在中国的话，这种问题其实没有外国，相对来说没有外国这么普遍和能够得到合适的治疗和诊断。国内的话，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还是有点欠缺的。比如你在外国，你就很容易的就可以去诊断自己是不是有 ADD 啊、ADHD 之类的这些，但是在中国的话，我觉得首先确诊就挺难的了，你还要去治疗的话，也更加困难，因为还是没有国外的那么先进、那么成熟这一套内容，这一套医疗治疗的系统还是没有那么成熟。那我怀疑我的小侄女是有一点点ADD。那这种的话，我觉得一个老师他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能够耐心的去引导学生，把学生的好的地方发挥出来，那才是做老师的一个职责和本能和一个素养吧。对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做老师最基本的素养。那你
如果是这种性格的话，动不动就骂人，动不动就这样那样的，我觉得你不适合去做一个老师，你不适合去做一个栽培小朋友的一个角色。但是现在的社会哦，我不知道外国，反正现在社会很多人就是他在外面闯不出名堂了，那他想要安稳，想要稳定，那他就会选择去考教师编，因为教师编它是编制嘛，铁饭碗，可以干一辈子的，对。然后就会很多阿猫阿狗的去考教师编，教师编他也不会有什么品格上的审核，他就是说你考过了一个考试，你面试通过了，然后如果你家里还有一点人脉资源的话呢，你就可以，我也不确定现在可不可以，反正好像说还是要考。就比如说我这个区域的这个学校放多少个名额出来，今年那你就要考上去，就是还是说考试为主。面试的话，也只是面试你的专业能力，你的个人的品质、个人的素养这方面其实没有得到多少的考核。我觉得这方面，如果是一个品德败坏的人来成为一个正式的老师的话，我觉得是一个灾难，我觉得很不好。我觉得我想象中的老师的这个角色，应该就是去带领你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的一个角色。可能说他不可能，他当然不可能会把一个很差劲、很差劲的学生去培养成读哈佛、剑桥这种水平。或许真的很厉害的老师可以哈，但是我也不奢望说每一个老师都做到这种程度。但是你动不动就骂人，动不动就去罚学生，这种行为我觉得不可取啊。可能有些老师职业的就会过来反对我说，你知不知道老师这个行业有多辛苦啊？每天老师要被学生气出多少毛病之类的。但是你选择了这个职业，你就有心理准备。说到哪儿被打断了一下，我真的是，反正这方面我确实是非常的不满的。不过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人，老实说，我觉得这种人他性格有问题，可能不只是做老师吧，他可能做其他职业，他也会有这种性格的问题。这个是我对老师教育行业这方面的一点点小小的抱怨。不知道你们对你们的，不过我觉得一般人不会有这种思考，除非家里有小孩子，或者说还在读书。就你们会对你们的教育体系、你们的老师啊、学校这些会有什么意见啊、建议啊这些吗？确实，我觉得一般人他只要是脱离了学校，踏出了社会，就很少会有这方面的感想。那还有最近发生了些什么事情？那就这个话题就结束了吧？好吧，就是我对现在教育体系的一些，也不是教育体系吧，就是老师这个行业的一些看法，反正就是我个人意见而已，大家不要轻易传出去好吗？我不想被怼。好，那今天这期就到这里了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